技通膨已經擋不住了，那到底是哪一個產業現在有翻天覆地的變化呢？今天帶你快來看。嗨，大家好，我是志玉，今天想跟大家來聊聊一個全新的時代。什麼全新的時代呢？那就是記憶體產業啊，它不一樣了，它現在變得跟海鮮一樣。什麼意思啊？就是它的價格一日三市不足以形容它，而是跟海鮮一樣，沒有一個固定價格，寫實價。現在拼手速，你不快一點下定，馬上說我現在立刻付錢買走，不好意思，你再過5分鐘又是另外一個價格了，差不多那個意思啊。好，那記憶體呢，又是怎麼樣會來到今天這樣的一個光景呢？那就是 AI 浪潮幫它插上的漲價的翅膀。好，那我們首先呢，先要帶你來看到啊，這樣的一個記憶體的一個狂熱啊，現在是連蘋果都 hold 不住。最近你看到 Apple 啊，他們發了一個聲明，這個聲明當中是這樣寫的：首先跟大家道歉，對不起，我沒有辦法再保護你們了，果粉們。什麼意思啊？庫克，你快要卸任，你是發什麼神經？他說，因為現在遇到了100年難得一遇的洪水啊，現在蘋果要被滅頂啦。你就說到底發生什麼事了？他說，因為啊，記憶體的成本太高太貴了，所以呢，庫克說我 hold 不住了。即便呢是庫克也是一個成本精算大師，但是沒辦法，成本那麼貴了，記憶體那麼貴了，所以他要漲價了。什麼保護不了消費者？你想漲價你就說。好，那這個蘋果呢，它要漲價，它漲什麼呢？目前呢，它第一波告訴你的是 MacBook， 然後筆電，然後呢，包括 iPad， 然後呢 iPad mini， 好，這些呢，還有一些家用的一些相關的這個 Apple 的商品都漲價，最多呢大概漲$300左右。那個漲幅呢，這個比較低的大概1%左右，那高的可能有2.5%哦。那當然呢，這個蘋果聲明當中還告訴大家，因為記憶體還在持續漲價，所以呢，這很可能只是漲價潮的剛剛開始，也就是接下來還要漲。那當然呢，我們剛剛聽到那麼多漲價的一些商品當中，暫時還沒有我們比較常入手的，像是 iPhone 啊，像是這個 Apple Watch 啊，然後像是這個耳機啊，都還暫時沒有。但是呢，這個聲明當中，你就是聞到那個味道了，接下來什麼都要漲價了。但是呢，他現在通通告訴你，那就是因為記憶體變得非常貴，所以它不得不漲價，它也是萬般的不得已。好，那我們就來好好講講記憶體到底漲到什麼樣一個無法無天的地步了哦。好，它漲價現在呢，你如果到這個中國的華强北去啊，就如同我剛剛告訴你的是，你要拼手速啊，現在呢這5分鐘就給你報價一次啊，然後呢你現在不買是不是沒有關係啊 ？OK， 現在老闆都超級拽的，好不好？不買沒有關係，來下一位，來，這個你買不買？你不買，還有下一位，大排長龍等着搶呢，你還在那邊跟他挑3揀4的。好，那我們在非常具象的，從最近的記憶體大廠美光它的財報你就看得出來，現在啊做記憶體真是走路有風，擲地有聲。你整個人就是被供在神壇上了哦。美光呢，它的財報啊，它的毛利率，我先告訴大家，高達84.9%。這是什麼概念啊？這是比輝達還高。我們都已經覺得輝達毛利率拿出來，你就會覺得你不如去搶銀行比較快。結果呢，現在美光的財報一拿出來，哎呀不得了！輝達的一個毛利率是74%，已經很高很高。現在呢，這個看到美光告訴你它的這個毛利率是84.9%，而且重點是它現在已經預告你了。我接下來還會再更高，所以呢，毛利率可以那麼高，就代表它在這個價格當中是非常有話語權的哦。你說我們一般做生意的一個這個想法啊，你就覺得說，你看這些大公司，它財報都攤在那裡給你看，那我也知道它毛利率高達84.9%，那就代表他賣我很貴嘛，對吧？那他賣我很貴，你看，如果說我這個老闆，我要賣你一個排骨飯，然後我一定要跟你說服你啊，我要賣你很貴的說服你說那只雞，哎呀，聽音樂長大的雞，對不對？那個飯，那個米粒汁飽滿，哎呀，我這個成本很高，所以我賣你很貴，那你就覺得吃的就OK， 我吃到一個很不一樣的這個雞腿飯，對吧？但是現在呢，都攤在陽光下，我就是賣你一樣東西。
但是我就是賣你很貴，哎，我要賺很多錢。好，那你就會覺得心裡頭不舒服嘛，對吧？我跟你做生意，我長長久久啊，你現在這麼沒意思，你賺我那麼多錢，你這樣坑我，那我以後不要跟你做生意哦。美光走路有風，沒有關係，下一位，嘿，我們很多人在後頭排隊，所以你就看到了這個美光現在，我也這個昭告天下，我就是毛利率這麼高，我就是賺你這麼多錢，那你就是愛要不要，好，就這麼簡單。所以呢，你看到了現在啊，這個美光的財報，我們用炸裂2個字來形容，本來市場預期有一個數字，它一公布之後，直接比那個數字還要再好3成。炸裂，對不對？所以呢，你就看到了這個很多的外資研究機構給它的一個目標價，當然就是直接往上調高了，而且呢，高還有更高，還有更高，哇，高到不得了了啊！這是美光的財報。好，那當然呢，這個記憶體也不僅僅是只有美光嘛。目前呢，我們看到在全球當中，記憶體呢，現在除了美光之外呢，就看到這個韓國當然就是三星跟海力士，再一家就是日本的凱霞。那這幾家呢，應該是有一點這個囊括了這個記憶體的市場。那我們就來講講海力士，海力士也是非常不得了，而且呢賺的錢之多啊，不僅僅是推高了它的股價，今年以來它整整漲了3倍。好，那漲了3倍之後呢，當然就大賺錢，然後這個荷包很滿。那除此之外呢，它也繼續的我要擴廠了，這麼好賺的時候，怎麼能錯過？所以我一定要趕快加緊資本支出，我要蓋廠啊。那錢不夠怎麼辦呢？哎呀，趕快到市場去募啊。所以我們來看它即將啊，這個 SK 海力士呢，它的預計在7月10號要在這個 Nasdaq 要正式的掛牌，要這個掛它的 ADR 了。它的 ADR 呢，現在呢這個還沒有掛呢，大家已經寄予厚望了哦。大家認為呢，這個 ADR 一掛不得了了哦，你要趕快去搶哦。這個研調機構這樣說，他說你去搶，大家可以賺到這個3成，賺到5成這樣的一個利潤哦。甚至呢，他只是宣布說他要在 Nasdaq 掛牌他的這個 SK 海力士的 ADR， 馬上呢他在韓國股市的一個這個 SK 海力士的股價也跟着水漲船高。那當然呢，不讓這個同業賺美於前。我們剛剛提到日本的凱霞，那日本的凱霞這家公司呢，他說，哎呦，好像很好賺哦，大家都搶着要買這個 SK 海力士的一個這個 ADR， 那我也要去。所以呢，我們來看現在凱霞呢，它已經這個決定在2027年哦，在這個春天，它也要在這個美股掛牌，也要掛他們的 ADR 哦。那其實呢，凱霞已經是日本市值最高的企業嘍，你看。太厲害了，對不對？曾幾何時，我們本來覺得記憶體就是一個很普通的零組件，對不對？你以前你說你去在這個提什麼樣的產業的時候，你不會覺得記憶體是那個最重要的。當然記憶體在任何的一些電子商品當中，它都需要，但它都不會是那個最重要的，它就不是那個靈魂，對不對？它就是一個。就是個零組件，就這樣。然後你又覺得它景氣循環行業，然後它的毛利率也不會那麼高，所以呢，它的股價也不會那麼好。但是呢，現在完全是豬羊變色。好，我們來講回來凱霞。凱霞呢，這個過去還一度啊，差一點整家公司要被打包賣掉，結果沒賣掉。現在人家是日本超越豐田汽車，它是日本市值最高的公司。凱霞妙吧，果然大俠啊！好，那凱霞呢，它做的是快閃記憶體，那它呢，它的1年半以內，它的股價漲了75倍。你覺得 SK 海力士股價漲3倍已經不得了，凱霞漲了75倍。太厲害了，所以你就看得出來，記憶體這個產業現在他們對於定價的一個話語權非常重，而且呢，過去啊是求爺爺告奶奶，你要不要買一點？價格是不是？哎，多多少少讓我賺一點點，好不好？你吃肉我喝湯，這樣就行了。現在沒有，我說多少就多少，你要愛要不要哈？你不要沒關係，下一位還有人在後頭排隊呢。所以你就看到現在整個產業鏈哦。整個這個記憶體，哇塞，大翻身耶！那整體來講，這個記憶體的市場呢，它現在呢還是持續處於一個供需非常失衡的狀況，就是呢它的需求非常非常的多，但它的供給是不夠的哦。過去呢我們覺得它是景氣循環的行業，然後呢你看它每一個電子這個消費品都得要有嘛，對吧？手機裡頭要有一些記憶體，電腦裡頭要有，遊戲機要有，什麼樣的地方都得有一點，但現在沒有 AI 來了。
AI 呢，現在已經開始哦，大家說它要開始進入到應用的一個階段當中。剛開始呢，你看在訓練的一個狀況底下，它需要非常大量的這個 GPU， 然後呢，它需要非常大量的一個這個數據讓它去訓練，對吧？你要有很多的資料庫讓它去訓練。好，但是呢，現在問題來了。現在進入到推理的階段，然後要開始應用了，對吧？好，那推理的階段呢，你要應用了。比如說我們現在大家非常，你就上那個 AI 當中去跟 ChatGPT、跟 Gemini 聊天，然後你養龍蝦，然後呢，你要訓練一個你自己屬於你自己的一個 AI 的 agent， 你自己的代理。所以呢，你要跟他有非常多的對話，他就會知道你的喜好。他知道你的工作，他知道你的需求會是什麼。那這些呢，都是一步一步當中，你跟他對話過程當中，你訓練他，然後他記住了你的喜好，然後呢，他再接下來給你更好的一個貼近你需求的回答。你剛聽到關鍵字了沒有？他要記住你，他記住你的喜好，他記住你的需求，他記住你的習慣，他記住你的工作。哦，那個記住什麼意思？記憶體嘛，如果沒有記憶體的話，怎麼記住你嘞？對不對？他就是找腦殘的啊，就這樣子訓練過，然後再也什麼都不會記住。你每一次問他都是重來一遍，你要這樣的 AI 嗎？你不要的。所以呢，當所有的一個 AI 要落地變成可以應用之後，記憶好重要哦，就是記憶體，所以記憶體的需求會變得非常非常的大。現在的 AI 呢，大家也知道，這些 AI 的一些廠商巨有錢啊。過去呢，你看到這個 Apple， 你已經覺得它是在這個廠商當中話語權十足啊，它都可以壓人家價格，對不對？你要當我的蘋果的一個供應商，不好意思，你要給我最便宜，但是要最棒的品質啊，它話語權很夠的。但現在沒有，現在 AI 廠商隨便一來，記憶體是不是全包？產線全包，我全要。你說多少錢？我一句話都沒有二話，我全部都要，你就別廢話，我甚至錢都先付給你了。所以呢，當這樣子這個凱子來了，哇喲，不得了了，其他人通通要不到記憶體了。所以現在記憶體啊完全失衡。你看到了現在啊，大家都在這個搶着做 AI 的生意啊，包括我們剛剛講的美光啊、海力士、這個三星、凱霞，大家都去做 AI 要的一個 HBM 了。然後呢，就變成傳統型的一些記憶體，它也出現了非常大的缺口。所以呢，現在是整個記憶體市場都很缺。全部不夠，所以呢，所有品項的一個記憶體現在都是不得了的雞犬升天，所有的價格都在往上竄高，這樣的一個現象會一直缺到2028年。所以呢，在這一段期間當中，記憶體還是非常有投資價值的哦。你知道趨勢在那，你知道 AI 需要好多的一個記憶體，然後你又看到現在的記憶體廠商，它要擴廠。它也需要一段時間，他們現在都在這個資本市場當中募款、募資、籌資，接下來要去擴產，然後呢，距離這個滿足，其實也很難說2028就叫做完全滿足，而叫做稍稍可以供給上大家的需求。因為剛剛我們不是講了嗎 ？AI 要落地到大家都在養你自己的龍蝦、你自己的 AI agent 的時候，需要非常非常龐大跟大量的記憶體。那這樣的一個記憶體會隨着應用越來越多。它會需要越來越多的記憶體，所以呢，那真的你說要到完全的，要等到有一天真的記憶體多到供過於求，然後價格崩盤，哦哇，那還好久好久。好，那在此之前你應該要怎麼投資呢？你要是問我了啊，那我要投資海力士還是美光還是這個凱霞，到底哪個好呢？大家都不用挑，我們這個大人不做選擇，我們全部要哦。其實最近呢，還有一檔 ETF 哦，這不是業配哦，沒有幫他做廣告，只是告訴大家說這件事情蠻簡單的，你可以參考一下哦。有個這個 ETF 它的一個代碼就叫做 DRAM。好，那這個 DRAM 呢，它剛剛好，它就是一個記憶體打包的 ETF。所以呢，我們剛剛提到的那麼多記憶體的廠商啊，其實呢，它都納入在這樣的一檔 ETF 當中。所以呢，你買這個 ETF，你等於買到所有的記憶體廠商了哦，所有大的。好，那比如說在裡頭，它的包括三星、包括海力士、包括美光這3個股票呢，就佔了它整個 ETF 當中持股的3/4。那其他的呢，就包括你看他買凱霞。台灣他要買華邦電啊、南亞科啊，然後呢，像美國也有一些記憶體的廠商啊，一些這個 IC 設計等等啊，它通通打包在這樣的 ETF 當中。
這個 ETF 它是在2026年的4月份掛牌，那短短的幾個月，它的股價呢已經漲了150%了，所以你就看到了這個記憶體的一個狂潮啊，真的讓相關的一些金融商品啊，這個股價都是不得了的飛天。那當然呢，這也會回到我們剛剛告訴大家一開始，其實記憶體的一個漲價，其實已經推動了所謂的科技通膨，未來我們可能要接受，很多的一些消費性的電子產品，或者是跟記憶體 AI 相關的一些商品都會變貴，因為記憶體是當中非常重要的一個零組件，它已經不再像過去大家覺得它是標準型的，然後那個成本非常敏感的，這個常常起起伏伏，有的時候會巨便宜，有的時候稍微貴一點，但不至於貴到像今天這樣地步的一個零組件，現在變成了一個可能它會占掉你消費性電子商品成本當中很大一部分的記憶體，所以呢，它變得好重要，它也變得好貴。那於是呢，所謂的科技通膨，以後我們去買科技商品的時候，大家心理準備也要多準備一些這個鈔票，才有辦法呢去買到這樣的科技通膨後的一些電子商品了哦。那當然呢，這也是記憶體產業整個的翻天覆地的一個變化了。那當然呢，我們不能夠置身事外啊。如果我們是一個投資人的話，這樣的一個記憶體產業完全翻轉的浪潮，大家也可以或多或少的參與一點。好，這是今天跟大家聊到了記憶體產業的一個這個不一樣的變化了。希望你喜歡今天內容，我們下回見，拜拜。